岳哥说电影，专注好电影。大家好，我是岳哥。万圣节当晚，德州的一所监狱里，布奇和皮尔正在越狱。他们凿开墙壁，爬进通风管道，顺着床单滑到了地面。两人躲在暗处偷袭了一个狱警，还缴了他的配枪。狱警被枪指着脑袋，只能乖乖把他们带出了监狱。其实布奇和皮尔根本就合不来，这次越狱也只是临时搭伙，一旦逃出德州边界，他们就会分道扬镳。此时的德州一片欢腾，小朋友们都装扮成各种各样可爱的怪物，在家长们的带领下去玩不给糖就捣蛋的游戏。每个小朋友都有的福利，偏偏菲利普和姐姐就没有。因为菲利普的妈妈是耶和华见证会的教徒，所以家里就免除了天主教节日和庆祝活动。每当这个时候，菲利普就只能躲在家里羡慕别的小朋友。天快亮的时候，两个犯人逃到了菲利普家附近。此时菲利普的妈妈正在给孩子们准备早餐，皮尔破门而入，把他搂在怀里一阵非礼。菲利普想要去救妈妈，却被皮尔一巴掌打得晕头转向。布奇赶到后一脚把皮尔踹翻，枪也掉到了地上。布奇鼓励菲利普捡起地上的枪，还教他如何对付坏人。正在这时，隔壁老头发现异常后，端着猎枪冲了进来，两人不得不劫持菲利普当人质，迅速逃离了这个小镇。出了这事以后，德州警察局一下子就热闹了起来。州长亲自打电话向局长施压，希望他早日破案，并且给他委派了一个女助手莎莉。据说他是个犯罪学专家，就连 FBI 也派出了一名调查员协助工作。州长还不惜花费重金打造了一辆60年代最拉风的房车。局长决定真用这辆车当指挥部，立即启程去追击两个逃犯。此时的布奇和皮尔正在逃跑的路上，皮尔不听劝告，开枪乱射。布奇一拳打爆了他的鼻子，抢下了手枪。接着布奇要去商店买点东西，他让菲利普拿着枪瞄准皮尔，只要他动一下就扣动扳机。菲利普虽然只有8岁，但也能意识到布奇是个好人，而皮尔是个坏蛋。虽然他紧张的手指发抖，但还是勇敢地接受了任务。接着皮尔耍了一些小手段，分散了菲利普的注意力，轻松抢回了手枪，可里面已经没有了子弹。接着菲利普咬了皮尔一口，反抢了手枪，然后躲进了玉米地里。皮尔咬牙切齿地追了上去，一边追一边骂。等布奇买完东西出来，发现车门打开，里面空无一人。他意识到发生了什么，抢先一步救下了菲利普，然后拿枪指着皮尔，装上了他刚买的子弹。随着一声震耳的枪响，布奇一个人走了出来。菲利普上车后，他们继续踏上逃亡之路。两人刚走，老板就报了警。不久后，大批警察赶到了现场。皮尔头部中弹，倒在了玉米地里，死相很难看。而此时，布奇和菲利普正边喝可乐边聊天。菲利普一脸严肃地问布奇：“你会开枪杀了我吗？”布奇连忙回应道：“怎么可能？我们是好朋友。我们现在乘坐的是一辆20世纪的时光机，我是船长，而你是我的领航员。前方就是未来，后面就是过去。如果你想飞入未来，只要踩下油门就好；如果你想放慢生活，只要踩下刹车就好。就让我们好好享受当下，享受在德州的旅行时光吧。”走着走着，布奇发现路边农庄里停了一辆福特汽车，因为他父亲酷爱福特车，所以他就有了福特情节。随后他终于如愿以偿地偷到了福特汽车。农夫拽着车门不肯松手，眼看布奇掏出了手枪，菲利普赶紧咬了农夫一口，他觉得这样可以救农夫一命。此时布控的警员们请示局长能否开枪击毙逃犯，局长却回应道：“任何警察都不得随意开枪。”可是随行的 FBI 探员却认为击毙逃犯是最好的方法。农夫报警以后，局长一行人随即赶了过去。他们在车子后备箱里发现了那个狱警的尸体。劫持狱警的时候，手枪一直都握在皮尔手中，狱警也是皮尔杀的。可此时的皮尔已经成了枪下亡魂，所以警察会把这笔账一并算在布奇的头上。而布奇和菲利普一路上也越来越了解彼此。他们都喜欢喝可乐，老爸都在他们小时候离家出走。说话间，两人开车来到了一个小镇。布奇将车停在路边，要带着菲利普去买条裤子。不料巡逻的警察根据车牌号发现了他们的行踪。此时电视里也在滚动播放越狱逃犯的体貌特征。布奇示意老板不要轻举妄动，随后戴上墨镜转身离开。他开着汽车横冲直撞，把2辆夹击的警车撞成了废铁。接着布奇返回商店去接菲利普，并郑重地问他要不要跟我一起走，由你自己决定。菲利普犹豫片刻后，还是钻进了汽车。随后他们开车躲到了一个废弃的小屋后面。菲利普从商店拿了一套小精灵戏服，只是还没有付钱。布奇安慰他，虽然偷东西是不对的，但如果你真的需要，身上有没有钱，可以暂时借用一下，以后再把钱还上。
此时追击而来的警车像无头苍蝇一样冲了过去。等他们走了以后，布奇将车开往了相反的方向，房车指挥部远远地跟着警车。莎莉正在和大家讨论案情，他站在主观立场分析了布奇的个人经历和犯罪心理。布奇在妓院里出生并长大，他母亲是个妓女。6岁时父亲离家出走，一直杳无音讯。8岁时，他为了保护母亲，开枪打死了一个通缉犯。12岁时，母亲因病自杀。母亲死后，出狱的父亲赶回家乡。13岁时，布奇因为偷一辆福特车兜风，被法官送到了最恶劣的感化院服刑了4年。从此以后，他便彻底踏上了歧途，成了一个职业罪犯。现在他要去哪里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去那里的原因。此时，菲利普已经换上了小精灵戏服。当他们看到迎面开来的时髦房车时，还忍不住打了招呼。布奇无论如何也想不到，那辆房车正是警方的指挥部。警察也没有想到，逃犯正与他们擦肩而过。莎莉无意中看到了身穿小精灵戏服的菲利普，在他的提示下，局长随即下令掉头去追。当布奇发现房车正在全速追赶他们时，他猛打方向，将车开进了荒草地里。房车紧随其后，可由于惯性太大，房车和牵引车最终脱钩解体。疯狂的颠簸之后，房车一头栽进了小树林里。基陶指挥部只能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等待救援，而布奇则带着菲利普逃到了一条还没有修完的公路前。布奇递给菲利普一张明信片，上面印着阿拉斯加，那里人烟稀少，风景绝美，被誉为人间最后一片乐土。那是布奇的父亲寄来的明信片，他现在就生活在那里。布奇想带菲利普一起前往那个最美的地方，然而在此之前，他们得想办法弄点吃的。布奇想带菲利普玩一把不给糖就捣蛋的游戏。菲利普一蹦一跳地跑着上前牵住了布奇的手，在布奇的鼓励下，菲利普敲开了一家农户的房门，然后喊出不给糖就捣蛋的口号，举起袋子索要食物。布奇在一旁亮出手枪，稍微配合了一下，户主就捧来了一大堆食物，甚至还给了一些钱。菲利普说了谢谢后，他们满载而归，重新上路。走过一片树林时，布奇看到一家4口在草地上露营，前面不远处就是岔路口，警方一定会设卡盘查。布奇正在盘算如何才能蒙混过关，没想到有意忘了熄火，菲利普误碰了开关，车子顺着陡坡溜了下去。布奇赶紧冲下去救他，还好最后有惊无险，车子最终停了下来。布奇借机谎称刹车坏了，想搭个顺风车，于是2人坐上了车子，悠闲地喝着可乐。警察对这个欢乐的大家庭没有丝毫怀疑，微笑着放行了。半路上，小姑娘因为弄洒了可乐，遭到了妈妈粗暴的对待。布奇看见后，表情一下子就凝固了，这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。他亮出手枪，将2口子请下了车，连同他们的孩子和行李。他承诺会将车送还回来，接着开动车子绝尘而去。其实他很欣赏这家的男主人，因为他是个顾家的好男人。在他看来，男人懂得顾家就是一辈子最伟大的成就。闲聊中，菲利普告诉布奇，因为宗教信仰的缘故，他们家从不过生日，也不过圣诞节。他从没吃过棉花糖，甚至从来都没有进过游乐场，不知道云霄飞车是什么。于是布奇将他绑在车顶上，玩了一把云霄飞车。那是菲利普长这么大最开心、最刺激的一次体验。到了晚上，布奇将车开进了农田里，打算在这里将就一晚。菲利普说他想回家，布奇承诺一定会送他回去。他让菲利普找出纸笔，写下自己的愿望清单，那些他想做但妈妈不准他做的事情，布奇会帮他实现。夜风浮动着浓密的玉米叶，显得宁静而又美好。一大一小2个好朋友就这样漫无边际地聊着开心的事。由于警方的救援车第2天才能到达现场，局长他们也只能在荒郊野外露宿一晚。在莎莉的追问下，局长告诉了他事情的真相。多年前，他还是个普通警员，亲手经办了布奇的偷车案，也是他通过贿赂法官把布奇送进了少年感化院。布奇的母亲是个妓女，父亲是个有暴力倾向的小偷。他觉得只有让布奇摆脱父母，离开那个恶劣的生存环境，才能让他重新走入正途。可最终他还是走到了今天这一步。局长也很迷茫，不知道当年自己的决定是对还是错。半夜里，布奇和菲利普被一束强光惊醒，布奇警觉地掏出手枪，一个农夫缓缓走了过来。农夫邀请他们去家里吃点东西，再安安稳稳地睡一觉。布奇不想节外生枝，可菲利普却一个劲儿的点头。布奇不得不改变主意，一起回到农庄借宿了一晚。第2天早上，热情的女主人为2人准备了早餐。她的小孙子克里和菲利普年龄相仿，很快就玩到了一起。
那个农夫是她丈夫，脾气暴躁，是个急性子，一言不合就扇了克里一个耳光，这让布奇很是不爽。吃过饭后，布奇陪着克里玩拉手翻跟头的游戏。主人家珍藏着不少唱片，布奇打开唱机和女主人轻舞慢摇，两个孩子也学着样子跳了起来，欢声笑语在房间里四处飘散。正在此时，农夫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追捕逃犯的新闻，布奇警告他不要轻举妄动，说完准备带着菲利普离开，克里却非要缠着布奇玩游戏。农夫一把拽走孙子，啪啪几巴掌打得克里晕头转向，布奇早已忍无可忍，冲上去一拳打倒了农夫，还拿出枪逼他认错。女人和孩子都被吓哭，菲利普也吓得瑟瑟发抖。布奇拿着枪对准农夫，逼他亲口对孙子说一句“我爱你”，接着用绳索捆住了农夫的手脚，枪口对准了农夫的脑袋。布奇的心里也做着激烈的斗争，看着眼前的一幕，菲利普早已吓得满脸泪水。布奇把手枪放在地上，捡起胶带封住了他们的嘴。等他转身去找枪的时候，菲利普已经捡起枪瞄准了他。菲利普被吓傻了，用颤抖的小手开了一枪，布奇中枪倒地，鲜血从他的腹部涌了出来。菲利普哭着跑出房间，把手枪扔进了水井，接着拔掉汽车钥匙扔到路边，头也不回地跑开了。他钻进路旁的草丛中，衣服却被铁丝网挂掉了一块。布奇捂着受伤流血的腹部，颤颤巍巍地去寻找菲利普。菲利普躲到了一棵树上，布奇顺着布条的方向找到了他。他瘫坐在树下，大口喘着粗气。虽然菲利普开枪打了他，但他绝对不会伤害菲利普。他这辈子只杀过2个人，一个是伤害母亲的人，一个是伤害菲利普的人。他们是好朋友，所以他不想让菲利普误会他是个坏人。虽然他算不上好人，但也不是个坏人，他只是一个很特别的人。他依然想带菲利普去美丽的荒野乐园，去大自然冒险。明信片后面是父亲写给他的信，内容很短，但却是他的精神寄托。布奇一直想开着福特车去找父亲，要是能带着菲利普，那就完美了。由于失血过多，布奇慢慢陷入了昏迷。菲利普爬下树，趴在布奇身上，跟他说对不起。他用尽全力想把布奇拽起来，但却无济于事。没过多久，大批警察闻讯而来，包围了这片区域。局长冲布奇喊话，让他放下武器，举手投降。那个 FBI 探员则毫不犹豫地架起狙击枪，瞄准了目标。菲利普的妈妈也在直升机的护送下赶到了现场。布奇让菲利普戴上小精灵面具，让警察给他准备糖果，还趁机要求菲利普的妈妈实现儿子所有的愿望。他把菲利普搂在怀里，直到妈妈亲口向他们承诺。接着他把自己所有的钱都塞进了菲利普的衣服里，然后大手紧紧握着小手，让菲利普回到妈妈身边。他自己就算爬也要爬到阿拉斯加去实现自己的愿望。看着他艰难挣扎的样子，菲利普幼小的心灵被刺痛，他奋不顾身地冲到布奇身边，哭着抱住了他。他牵起布奇的手，带着他去向警察自首。局长亲自下去迎接他们，并命令警员们不准开枪。鲜血染红了布奇的衣服，他瘫坐在地上，跟菲利普说：“我要给你一个东西。如果你想去阿拉斯加。”当他掏出明信片的一刹那， FBI 探员扣动了扳机，一颗冰冷的子弹瞬间贯穿了他温暖的胸膛，伴随着撕心裂肺的叫喊，布奇沉重地倒了下去。生命在这一刻戛然而止，善良最终惨淡收场。菲利普拿走了明信片，一声声地呼唤着布奇的名字。那一天，阳光清澈透亮，风也很清爽，嫩绿的青草随风摇摆，鸟儿在四周欢乐地歌唱，小精灵面具就依偎在身旁。布奇枕着手臂躺在草地上，仿佛只是午后惬意的小憩，他沉醉在梦中的天堂。完美的世界是克林特·伊斯特伍德执导，1993年上映的作品。这是一部堪称教科书级别的公路电影。除去暴力犯罪的外壳，它其实是一部家庭温情片。我一直认为，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完美的世界，只不过我们都善于遗忘，活到18岁就忘了17岁的样子，甚至很多成年人都会忘记自己曾经是个小孩子。影片中的布奇是个劣迹斑斑的罪犯，可他心里却有一个近乎完美的乌托邦，那里有明媚的阳光、宁静的湖水、温柔的母亲、慈爱的父亲和无忧无虑的孩子。可就是这样一个心灵如此纯洁的男孩，在现实中却是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危险分子。直到死去的那一刻，布奇心里仍然心怀善意，但这世界似乎总是恶意满满。
完美的世界，可惜并不完美。曾经天真不设防的我们，也终于变得浑身长满尖刺。布奇本应该是一个阳光开朗、乐观积极的大男孩，可当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一点点侵蚀他心中完美的世界时，他为自己披上了铠甲，保护他最后的领地。就像是一个满眼惊恐的孩子，蜷缩在退无可退的角落里，看着这个狰狞恐怖的世界一步一步向他靠近。我只能隔着屏幕远远观望，我没有资格奢求他保持善良。如果我不曾经历他那样的遭遇，我就无法保证自己不会变成像他那样。布奇的遭遇让他有充分的理由去怨恨世人，可他却像是一个遍体鳞伤的大男孩，在无力地对这个伤害他的世界咆哮时，也要转过头温柔地对身后的男孩说：“你要心存善意。”或许人跟人真的是不一样的，有些人受伤之后会加倍的伤害他人，而有些人受伤之后会尽其所能不让他人受自己所受的伤。好了，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话记得关注、点赞加收藏。就这样，我们下期见。